大家好，我是艾生。这两天有件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离成都100多公里有一个小城叫做江油，突然就出名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风暴，就是现在全网都在说的江油事件。说起来，您可能会不信，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是一个让人看了都非常想要骂人的未成年霸凌的视频。但是它的结局呢，却变成了是深夜街头的警民对峙，是闪烁的警灯、震天响的口号，还有就是老百姓愤怒的扔向防暴警察的水平。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一个本来交给警察按照法律办就可以完事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治安的案件，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失控，最后却搞成了这么一场非常严重的街头暴力和警民对抗的呢？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那些传言，说打人的小孩家里有非常强大的背景，说这个就是地方官的官官相护。但是今天呢，艾生想带您穿过这些表面的迷雾，我们来挖一下更深层次的原因。我的判断是，江油这出悲剧最根本的催化剂不是简单的官官相护而已，而是一个级别高得多、几乎不容商量的政治任务，就是为了保障成都那个世界运动会必须要做到绝对安全、零负面的政治任务。今天我们好好复盘一下，看看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到底怎么样变成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悲剧，是怎么样在一个巨大的政治高压锅底下，一步一步把一个地方政府的信任给搞到崩盘的。好了，我们先把时间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2025年7月22号，四川的江油。这个事儿的主角呢，是一个姓赖的小姑娘。网上能够找到的信息说，她家里的情况特别不好，妈妈好像是聋哑人，家境很困难。可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弱势的女孩子，她被人给欺负了，不光被打，而且还被抢了东西。所以你想想看，出了这样一档事，家里人肯定会第一时间就报警，对不对？但是呢，报警之后过了10几天，这个事儿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特别的诡异。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那几个打人的小孩被带到派出所，转眼就被放出来，甚至还有非常夸张的传言说进去转了20分钟，马上就出来了。那这个话后来竟然还被受害者的家属给证实了。在这漫长的10来天里面，江油地方政府他们一个字儿也没有说，案子到底办得怎么样了，打人的人打算怎么样处理，对于外面的群众来说全都是个谜。说白了，江油官方一开始的这样一种冷处理，就是一种特别典型的官僚系统的懒政，你懂吧？他们可能天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拖一拖，时间就能够解决一切吧。等到热度自己下去了，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更夸张的这个热门事件发生了以后，这个事儿可能就会给蒙过去了，也免得给咱们江油地方的形象来抹黑，对不对？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很不好意思，这套玩法已经失灵了。这么一拖呢，非但没有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反而给所有的人的愤怒跟猜疑整整有10天的时间来发酵。官方的信息出现了真空，但是各种小道的消息跟流言蜚语一定会出来填补这个真空，所以慢慢的大家就在心里面有了这么一个印象：江油官方不作为，这个绝对是在偏袒打人的一方。我得说，官方在这第一阶段犯的这个错误真的是太致命了，它为后来整个政府公信力的总的崩盘埋下了最关键的一颗雷。而当官方终于决定要开口的时候，他们扔出来的却是一颗炸弹。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警情通报呢？说实话，8月3号看到那个记录霸凌的视频的时候，很多人像我一样，在网上被这个非常残忍的这个事情给气炸了。视频的内容我在这儿就不太想细说，说真的，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看了这个视频以后，都会生理性不适，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想要骂街。那这个视频一火以后，舆论就是排山倒海一样压过来。那这下的话，江油市公安局终于顶不住了，在8月4号，他们火急火燎的发了一份，也是唯一一份
难抵白字的官方通告。但是这样一份本来应该是用来澄清事实、安抚大家情绪的通告，结果却变成了一桶浇在熊熊大火上的滚油。那这样一份警情通告简直就是灾难公关的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它的失败在每一个字里行间都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它就是非常避重就轻，歪曲事实嘛。那视频里明明我们大家都看到是拳打脚踢的暴力的殴打，但是通告里就轻描淡写说是什么矛盾跟纠纷，而受害者的伤情他说是什么法医鉴定完了是轻微伤，而至于大家都关心的那个抢劫的情节，一个字儿都不提。那这样一种非常避重就轻的做法，跟我们普通人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事儿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在骗谁呢？你在忽悠谁呢？很明显你是在包庇坏人，对不对？其次呢，整个的措辞非常的傲慢，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比如说警情通报全是那样一种非常冰冷的官话，对于受害者小姑娘的遭遇，对于大家滔天的怒火，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关心跟体谅。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的姿态，只会让大家觉得这帮当官的真是没良心，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而且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处罚结果让人火大，根本就没办法服众。在通告里面说，因为打人的都是未成年人，所以只是训诫跟严加管教。这种东西让大家看来这算什么处罚？这样一种处罚的结果，跟他们在视频里面犯下来的那种拳打脚踢非常嚣张的恶行比起来，简直就是毛毛雨。这个不就是活生生的司法不公的铁证吗？所以这样一份警情通报一发之后呢，直接把江油市地方政府推进了一个叫做塔西佗的陷阱。说白了就是，当一个政府没有了公信力之后，那不管他之后说什么做什么，老百姓都会觉得是假的，是坏的。江油的这份警情通报完美的复刻了这一点。所以通告发完之后，网上的这个风向彻底变了，大家已经不再只是骂那几个小混混，而是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江油的司法系统跟他们的政府。官官相护这个词在这一刻几乎成了网上所有网友的共识。那既然共识已经形成，那愤怒就会像火山一样马上就要喷发了。而现实世界里面，我们江油的市民他们会怎么样去做呢？我们看到那份失败的官方的通告变成的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把大家的愤怒从线上引到了线下。8月4号白天的时候，好多的江油市民他们心里就揣着一个最朴素的想法，我们要公正，而自发的散步到了市政府大楼前面，就想让政府给一个说法。说实话，这个时候大家的要求还是非常理性非常和平的，他们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想法，想要司法公正。那尤其是那个受害者的妈妈，她在政府部门无助的跪下去的那个场面，通过手机直播传遍了全国。这样一个画面，它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一下子把这件事情的悲剧色彩跟官方的冷漠推到了极致。但是一个母亲最卑微的请求换来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沟通，还是一个更冰冷更恐怖的东西？江油市政府在此时此刻，他们做了一个改变整个事情走向的决定。面对聚集在市政府门前的市民，面对他们非常卑微的一个诉求，江油地方当局的这个决策系统，他们的脑回路在那一刻突然间就短路了。他们没有把老百姓的聚集当作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可以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恰恰相反，他们把这个事儿迅速的定性成了是一个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扑灭的影响稳定大局的火苗子。所以一种叫做运动式治理的模式就在瞬间被激活了。而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为了完成某一个政治任务，可以不要按规矩来，可以不顾法律，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所以你看，江油市政府的这个目标一下子就从怎么样把霸凌案查明白，变成了怎么样把提出问题的人给解决掉。而8月4号晚上，整件事情迎来了最关键也是最悲剧的转折点。当地的地方政府彻底放弃了跟市民的沟通，而从上级市绵阳紧急调配了全副武装的特警。
那这个地方就需要说明一下，在当官的眼里，这个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治安案件了。调来特警这件事情，表明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一场威胁到区域稳定的政治事件。而最终不出意外的暴力清场开始了，而他们清场用的工具把整件事情的侮辱性直接拉满了。根据现场流出来的这个视频跟照片，他们动用了一种通常是用来拉牲口的车，被市民们愤怒的叫做是运猪车。他们用这个运猪车把抗议的市民拉走，这个不光是侵犯你的人身权利，这个简直是对于人格尊严的极致的羞辱。而这个行为标志着整件事情的性质彻底变了，从一场非常和平的民众的请愿，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警民在街头的暴力冲突。我们不得不说，是当地官方主动把矛盾升级，亲手用暴力点燃了他自己管辖的这样一座城市。暴力清场不但没有能够一劳永逸，反而把政府仅存的那么一丁点合法性给彻底干没了，引爆了当地老百姓积压已久的所有的怨气。被激怒的市民非但没有被吓跑，反而在江油的好几个地方跟警察玩起了游击战。他们喊着是江油加油，警察打人了。整个城市的夜晚此起彼伏，全部都是警笛声、口号声跟冲突的声音。到这个地方，江油事件已经从一个社会治安问题，经过司法信任危机的发酵之后，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深刻的政治信任的危机。街头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但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冒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压力，让一个本来可以非常容易解决的事情，让一个地方的政府会选择跟自己的人民对着干呢？江油当局为什么要做出调配特警暴力清场这么离谱，后果是如此灾难性的决定呢？很多人都相信网上那个传言，就说打人的是当地副局长的这个女儿，所以是腐败在作祟。但是今天呢，艾森想用一个叫做竞争性假设分析的思路给您展示一个可能会不大一样的答案。我们先来看一看到底整件事情有哪3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维稳的压力，也就是说当地地方官的这个核心动机，他们是为了完成上级派下来的关于成都市运会的这个绝对安全的政治任务。而第二个是地方腐败，也就是网络传言，为了保护某一个有当地背景的官家的小孩，不惜动用警力来镇压老百姓。而第三个是纯粹的无能，就是当地的这帮官员水平实在是太差，他们脱离群众太久，一有什么压力就马上做出非常愚蠢的本能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手头有的证据，这个地方艾森要敲一下小黑板。有一个证据是决定性的信号，也就是当地他们动用了上级市绵阳的特警。你想呀，调动一个地级市建制的特警防暴队，这个行为，这件事情本身说明做出决定的层级，它已经超出了江油这个县级市，那至少已经去到了绵阳市这个级别。我相信一个县政府，它通常没有这个权限，也没有这个能力能够调动这么大规模的跨区域的警力。所以这个证据恰恰是对于腐败说的一个致命的一击。你再想想看，一个县城的官员，他就算再腐败，就算他的能量再大，他能够说服上级市的领导动用这么宝贵的战略资源，用这么大张旗鼓的这个方式来给他擦屁股吗？我想这个政治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为了保一个关系户，整件事情根本就不值当。而反过来，我们看到这个证据其实恰恰好却完美支持了维稳压力说，因为只有当这件事情被定性为可能会影响到省一级的核心政治任务，也就是保证成都市运会稳定大局的重大政治风险的时候，上级市才会做出这么果断的决定，派出特警来维稳。所以我相信绵阳这个地级市的目标是向更上一级来负责，也就是基本上可以去到四川省一级，去到那个更大的政治任务来负责。还有一个铁证，就是事发的时间点实在是太敏感了。
成都市运会8月7号马上就要开幕了，基本上没剩下1-2天了。在中国，每逢有大事儿，提前启动最高级别的维稳，基本上是一种惯例，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江油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不巧，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而至于网上流传最广的那个所谓公安局副局长女儿的这个说法，就算它的确存在这么一个事实，但是我相信后来做出要震爆这个决定，也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做出的。而且从头到尾，我也的确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比较靠谱的，或者是能够交叉验证的证据出来。所以腐败说，其实基本上算是建立在一个猜测上。艾森最终的判断就是，可能性最高的就是成都市运会的维稳压力导致整件事情不断升级，这个是能够解释江油事件为什么会闹到这么极端的最根本的驱动力。当然了，艾森在这个地方也不是说地方官没有责任，恰恰相反，维稳压力是上面给的剧本，而江油地方官的这个傲慢无能，以及对于危机公关的处理能力极其低下，就是导致整个剧本被一种最愚蠢、最粗暴的方式给演砸的原因。因为这些人他们只会机械式的执行命令，把一个高压指令的破坏性发挥到了极致。而整件事情可能性最低的，反倒是现在网上流传最广的那个所谓的地方腐败说。它更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更像是在官方不透明，大家都已经不信任的情况底下，老百姓为了解释眼前这样一种巨大的不公平，这样一种不能够理解的事情，给自己尝试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或者是一个替罪羊。它实际上是一个当地民怨沸腾下的一个投射，而不是事情真正的起因。说白了，江油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由高级别的政治维稳任务来驱动的，被当地基层政府的执政无能给催化，最终导致全面失控的一个治理的灾难。你想想看，在这样一种政治跟经济的双重高压底下，地方官员他们的决策逻辑已经完全扭曲掉了，他们的首要目标不再是实现公正，而是用最快的速度清理问题。如果要走法律程序的话，要调查霸凌案，那需要很多时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满足不了上级立刻搞定的要求，所以法律只能够被扔到一边，因为他们只剩下1-2天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最熟悉也用得最顺手的这个工具——运动式的治理。他们可以绕开所有的正常的程序，集中所有的资源，比如说从绵阳来调配特警，用最高压的手段来快速达成清场这一个单一的目标。而在这个扭曲的逻辑里面，暴力镇压反而成了对于这些官员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因为如果事情和平解决了，但是因为拖得太久而已经影响到这个成都市运会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因为处置不力而被问责。但是如果能够迅速在1-2天之内用暴力平息事端，哪怕会留下骂名，但至少在短期内他们的的确确是完成了上级要求他们做到的保卫市运会这个核心政治任务。所以你看，他们的行为有他们自己的理性选择，有他们自己的权力的底层逻辑，因为他们是在向上级负责，而不是向人民负责，更不是向法律负责。所以江油的悲剧真的不是偶然，它是市运会这个巨大的稳定压力源，以及我们地方政府治理当中固有的那样一种维上跟维稳的逻辑结合在一块的必然的产物。那街上的冲突可能会暂时被平息掉，但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面开打了。这是一场关于记忆、关于真相，也关于语言的战争。而在这样一场战争里面，官方从一开始就输得一塌糊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舆论的变化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霸凌的视频刚刚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喊保护我们的孩子，愤怒其实是对着那几个小混混的。而第二个阶段，那份失败的警情通告发出来以后，大家开始喊我们要一个司法公正，愤怒转向了被认为是保护伞的地方政府。而到了第3个阶段的时候，也就是最致命的阶段，暴力清场开始了以后，这个画面一流出来，所有讨论的核心都变成了一句发自灵魂的拷问：他们到底是谁的警察？所以你听听这句话，它直接触碰到了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了。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再讨论具体的案子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取而代之的
是对于整个体制的绝望、讽刺跟愤怒。所以面对舆论的彻底失控，当局也即时发动了一场信息战，想要把这个话语权给抢回来。但是很可惜，最后的结果应该不是那么的好。首先，当然我们看到非常熟悉的老三样，封堵删啊，微博啊、抖音啊、酱油啊、酱油打人这些关键词很快就收不到了，直播会被直接掐断，话题会被封掉。说白了，就是想在物理上在街头清场的同时，在网上也制造一个信息的真空，强行假装天下太平。其实会搞一些辟谣式的维稳，他们会选择性的否定副局长女儿这样一种流言，但是对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为啥要动用警察来暴力清场，执法到底合不合法，以及抓走的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样了，这样一些问题他们一个字都不会回应。而在官方的说法彻底破产以后，民间其实自发的就形成了一套特别强大的、特别有解构力量的反叙事。网友呢把酱油警察的这个行为跟荷兰村镇银行白衣人联系起来，意思就是这套暴力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政府大楼的照片跟警察打人的血腥的画面 P 在一块，那样一种视觉的冲击力，简直就是把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口号按在地上摩擦。他们还创造了特别有黑色幽默的这么一个网络的梗，就是酱油运猪车，用这么一个词呢，把官方行为的非人道印象给死死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而这样一场信息战的最终结果就是，官方尽管在技术上、在物理上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道义上、在人心上，他们却输得一败涂地。这样一场冲突，最终会给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留下什么呢？所以我想，当警车上去，热搜被撤掉，将由这个市面上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以后，代价到底是什么？那些被运猪车拉走的人，他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而那个在政府门前下跪的母亲，会得到她想要的公正吗？我想，酱油这件事情，短期内肯定会在强力管控下被平息掉，被抓的人可能会被分化处理，带头的几个可能会按一个寻衅滋事的罪名杀鸡儆猴，可能会有几个基层的小官被当作是替罪羊，被免职来平息一下舆论。而受害者的家属呢，我想可能会通过私了的方式被安抚来封口。那整件事情会在公开的层面被强制抹掉所有的痕迹。但这样一种高压下的稳定，代价是什么呢？整件事情的演变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当稳定这个词被从它本来的意思，也就是社会和谐呀、司法公正、民心顺畅这些里面抽走了以后，变成是一个非常抽象、不计任何成本的政治目标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的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了是制造更大、更深层次不稳定的根源。地方政府在保卫这个非常抽象的稳定的概念的时候，却亲手摧毁了真正构成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那就是政府的公信力跟人民的信任。所以酱油事件的本质，与其说是一场司法危机，不如说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关乎国家治理方向的哲学危机。它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个特别尖锐而且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虽然它有非常好的科技发展，有非常好的经济，有非常强力的武备，但是它的长治久安到底是应该建立在对于民众的信任和赋权之上，还是应该建立在对于民众的控制和压制之上呢？我想酱油事件给出来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让人警醒的。只要稳定压倒一切的这套逻辑不被人反省，只要运动式治理的这样一种路径依赖依然存在，那么酱油的悲剧就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以非常相似甚至更加惨烈的方式再次重演。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艾生。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并且订阅艾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聊。